下象棋能够把先弃后取走得这么出神入化，还真是少见。今天这局我们继续分享屏风马速胜飞刀，弃双马妙手攻克当头炮。黑方挺卒置马，红方抢先兵器进一，提前活通马路。接下来双方是快速出车，黑方进炮过河，形成平炮打三路兵，压马瞄底象，同时对他二路车有所牵制。那么在这里红方当然是不愿意，直接选择了冲兵。这步棋我们在实战当中很少见，感觉是比较冒险的走法。黑方进卒吃掉，然而红方在这里他是有先弃后取的手段，进车压制，品车可捉双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冲卒，借助二路炮的掩护同时威胁红方三路马。红方跳马，用炮先守一步，当然呢，跳马的话也是控制黑方的马。黑方一鼓作气，直接先吃掉一马，红方平炮打掉卒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红方是有手段，冲兵的话过河先手踩炮，同时借助这步先手冲兵吃卒，威胁黑方的三路马。当然还有第二种手段，品车压马。黑方先手逃掉一个，因为这个七路马上不去，倒不如炮更加灵活。红方品车想要得回失子，黑方扔一个底炮。那么走到这里，关键点来了，到底是进车吃呢，还是进炮打呢？首先我们来看，如果说进车吃的话，黑方一旦飞象的话，既加强中路的补防，同时也是隔断车对马的威胁。那么在这里棋局采取了进炮打掉马，既给底象生根，同时形成一个掩护。那么当然呢，关键是不让黑方飞向补后中路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黑方迅速出车，红方一看，这是不是走漏了？这里明显上马一踩中卒的话，很明显，不仅得回失子，还能再多得你一个明显占优你这个马跳开的话，我跳马将军带抽，这个马就白白丢掉了。黑方只好飞象补后中路一手，红方上马一吃，先手还踩着黑方这个车。接下来且看黑方如何快速绝地反击。进车压制下二线，那么在这里形成巩固。接下来双炮下底，还有品车站内。红方不着急，先手车9进2。那么接下来黑方扔炮，红方先手来一个叫杀，进车砍底式就是杀棋。黑方先印一手，此时呢，红方一看目前来说杀不透，选择巩固一下阵型，也是乘势拦截黑方这个车。接下来换作是你的话，黑方如何进攻呢？我们来看看常规的走法，可能咱们就是车8进8，准备双车砍中式，形成杀棋。但是一时三刻呢，你还攻克不动。比如说你走完这一步棋的时候呢，红方他可以弃子解围，先手进炮一打，当你飞象一吃的时候呢，他可以乘势，当然也有品车守住。如此的话，虽然说黑方也是长兵器，双炮双车作战，将来是必赢的局面，但是战线容易拉长。那么当然呢，在这里他还有第二种走法，他也可以乘势。我们感觉品车下一步棋砍式也是杀棋，你退回来的话同样是杀，但是他有一个妙手，品炮打车。你现在乘势把这个炮一吃的话，他反而进车杀棋，捷足先登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红黑双方还有一番的纠缠。如此呢，黑方虽然说能够取胜，但是容易
战线拉长。我们返回到棋局，看看高手如何行棋。那么在这里，棋局给出的走法，进车捉弄红方这个三路车，车显然是不敢走开呀，因为炮打象就是闷杀，那只能选择撤退，退到哪里最为合适呢？黑方始终有进车将来双车夺势的这个走法，选择退车看守，再度进车，这个顿挫耍得非常的精妙。那现在车显然是不敢走开呀，平车砍士容易形成杀棋。你即便是再来进炮打的话，车一旦砍掉中士的话，那是必败无疑的。那现在我们来看，接下来红方有2个策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直接选择平炮过来，形成了双炮给车生根，同时守住底象。第二个是选择进炮打掉一象，然后双车形成霸王车。我们分别来看，比如说平炮的话，那这样的话，车也不担心，底象也不担心。黑方直接平炮打掉底象将军，那红方只好选择退车吃，这个是没得商量的。此时平车砍中士，小刀剜心，一将军的话只能出帅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平车就是一个绞杀。首先说明你这里还来不及平车砍炮，进车砍象就是杀棋。有象棋进5，还有象棋进92种走法。象棋进5的话，咱们平车一将，那现在你只能吃啊，咱们进车底线杀棋。那么当然，如果象棋进9，这个点不就守住了吗？摆一步车，下一步棋的话依然是杀棋。平车看守怎么样呢？车一旦离开那道线的话，再杀一个回马枪，同样杀棋。回到局面，我们继续看红方第2种走法，直接弃子解围，进炮打中象，先手一将军，腾出车路，形成霸王车。双车联手，配合前方这个炮啊，给底象生根，不怕你抽。但是黑方可强势突围，平炮打底象，闷杀一将军的话，只能退车吃掉。接下来平车砍中士，迅速形成杀棋，快速结束战斗。